来到沙巴的第二天，我们当然不能够错过在热带海岛最自然的环境里面享受各种水上活动。而我们呢，也在这一天一次解锁了2项第一次。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从雅碧出发，一起跳岛到沙比岛跟马努干岛吧。哇，太阳超大！我们现在在等我们的船。这是我们要搭船的港口。我们今天负责带我们去潜水的导游说，现在是淡季，而且我们来的时候天气刚好放晴了，不然前几天是在下雨。我哋叫乱咯，慢打这个，来，上。来，慢慢拍。明天我们一定很休闲的。拍一下这个国旗。那个是沙巴州旗，中间那个是国家。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潜水，虽然导游已经很认真的教学过一番了。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有点小紧张，尤其是真的碰到海水的那一刻。会被打上来，你忘记带那个。我们再下水试一次，竟然马上就看到鱼了。而且我们发觉沿岸的海水其实也不太深。是站起来也能够够得到地的深度，这整个超新手友善，让我们接下来信心也大增。我们在潜水区根本没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的技术感觉不敢往深的地方去。对，其实要到那边才会有比较多东西可以看，那个球那里，还是我们沿着那个球。我们的计划呢是沿着走道下的绳索，慢慢的向外游。才刚把头埋进水里，就发现这区的鱼比刚刚多好多哦。完成人生第一次的潜水，我们决定要加码，再挑战一项，也是第一次尝试的水上活动——拖曳伞。
们玩那个拖衣伞呢，但是什么东西回来？总之我坐船的时候都要吐。小晕船，小晕船，一点点而已。因为我们刚刚呢就是急着玩，所以就都还没有带着大家走走沙滩这边。然后先回顾一下刚进来那个地方啊，一进来其实就可以看到它就是有一个国家公园的标志，这整个岛屿呢都是国家公园保护区，就跟神山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的环境会是比较原始，比较可以看到一些鱼呀什么的。然后虽然说我们现在能游的地方就是那些绿色的线圈起来的地方，那能够看到生物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如果你要看到更多一点生物的话，就是要看那种比较深的地方这样子。在这里还可以就是报名一些其他活动，像我们刚就去报名那个拖衣伞，对，然后所以现在才会有点狼狈。还可以去深潜，然后那些就是另外付费的活动这样。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就只是简单的潜水啊，然后在那边租个躺椅在沙滩上躺着。总之就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岛屿。午餐时间呢，帐篷区是有供餐的。顺带一提，我们到处玩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随身物品呢，都是直接放在帐篷区的桌子上。导游说，我们可以相信这里人的默契。其实还蛮丰富的，午餐的料还蛮多的，然后它弄得像buffet那样子。午餐过后，我们再一次搭上快艇，跳岛前往有着不同海岛风情的马努干岛。这里有打算要下水吗？有鱼吗？可能是因为前几天有下雨，或者是这里建筑物也比较多的关系，这座岛的沿海呢是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清澈的。但我们还是决定要潜水下去看一看。我觉得好黑啊！拍到鱼吗？这边有热带的。是啊。你有拍到吗？有拍到。厉害。蓝白色、黑白色的。那边那个是我们原本要预进去的岛吗？对。然后更远那个红色的地方是我们之后要住的那个香格里拉。现在呢是已经跳岛跳到第2个小岛了，然后呢这里呢其实比刚刚的小岛它是大很多，然后这里是一个度假区，建设是更多的，然后有度假村在这边，然后你也看到很多打卡的地方啊、餐厅啊，都是刚刚那个小岛没有的。然后如果是你比较喜欢整体度假的话呢，你就可以就是直接在这边住宿，然后在这边沙滩玩。这个小岛可能会是更多人会觉得说比较适合打卡的。然后但是如果是比较喜欢原始一点的感觉，比较没有人造建筑的话，刚刚那个小岛就还可以看到小猴子什么的。导游呢有特别推荐我们要再往里面再走一点，有一个可以跟大树还有海景合照的秋千打卡点，稍微比较不起眼，所以很容易错过。但拍起来呢是绝对比跟地标招牌拍照来得唯美。
玩了一整天，肚子超饿。幸好回到这个出发的港口，还有蛮多小点心可以买的。还有就是玩水的时候啊，我们会用到的一些小东西，像手机防水袋啊、阳伞啊、拖鞋啊，各种小东西，应该都可以在这个商店街买得到。如果真的懒惰带东西啊，或者不小心忘东忘西的话，其实都还蛮方便的。这是我们住的饭店，它的6楼呢，其实是有一个游泳池的哦。我觉得我没有拿相机出来，太漂亮了。我们第2天又来这个是那个室内的这个市集来看一看，因为就昨天太晚来就关了嘛，现在感觉是都还有开着，现在是5点快6点的时候。阿姨弄不下来，我们来想办法把它弄下来。橘的好看，我觉得这种大小的可以给我妈买。The blue one, yeah. 我们今天的晚餐，对面的富源。这里的人真的很热情哎。我们的第一道菜皮蛋烧麦，然后呢，我们点了一个网络推荐的拉茶跟恐龙美露。这里的饮料不出所料的都超甜，但很好喝。恐龙美露上面撒那个脆脆的巧克力，我们超喜欢。皮蛋烧麦呢是听起来蛮奇怪，但是蛮好吃的组合。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是要自己拿号码牌，然后去不同的吧台去自助领餐的。我想这也是因为跟这里有很多元、很丰富的餐点有关，因为你可以同时在这里吃到炸物、吃到港点、咖椰吐司、拉萨，这样自己到不同餐点的吧台拿可能比较方便吧。冷牛油咖椰白面包是没有烤过的吐司，虽然软软的夹着奶油，然后还有椰香的咖椰酱，是还蛮好吃的。但是我以为吐司出来都会烤一下，所以我后来发现，如果要吃烤吐司，要点烘白面包。最后我们点了一碗拉萨面，是非常适合大热天的口味，但是旁边那个酱要小心食用，那个超级辣。我们刚吃完那家富源呢，整个氛围超级嗨，除了他外面一直在唱歌之外，里面每个人都超热情。其实我们到这里来感受到的就是每个人都很开心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大家看到镜头啊，或是看到我们是外国人啊，然后都不会说特别怕生，就马上就开始跟镜头打招呼，我觉得超可爱的，就是有一种虽然在外地，但是会感觉很温暖的感觉，对，马上可以好像即使语言不通也可以这样子互动的感觉，还蛮好的。然后他们的餐点呢，我们觉得都是到现在吃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来沙巴没有一餐是失望的，然后他们餐点也是，就是每一个我们都觉得说是好吃的，而且这样刚吃下来，台币换算起来大概是在200出头块而已，这样，然后我们就已经吃得很饱了，觉得很满足。在沙巴的第3天，我们要到香格里拉饭店，享受被誉为世界最美的夕阳之一——丹戎雅路海滩的黄金日落。还要在清晨的海面挑战第一次 SUP 立桨和日出合照。我是曼曼，那我们下次见。